都看着呢。那我要是做不出来呢？做不出来，你就滚出这个家。好，我接受。客厅里，10个广场舞姐妹面面相觑，空气瞬间凝固。没人想到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做客，竟变成了一场公开羞辱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下午2点，王素芳推开家门，身后跟着一串叽叽喳喳的广场舞姐妹。素芳，你家真不错啊，比我家大多了。是啊是啊，装修的也挺好的。10个中年妇女涌进客厅，七嘴八舌地评论着。王素芳脸上堆着笑容，心里却盘算着别的事情。都做都做，我让我儿媳给大家做点好吃的。王素芳大声说道。正在卧室午休的李文听到动静，匆忙套了件外套出来，看到客厅里坐满了人，他愣了一下。妈，您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李文小声问道。说什么说？这是我家，我带朋友来，还要跟你汇报。王素芳声音提高了8度，故意让所有人都听到。姐妹们开始窃窃私语。哎呀，这儿媳妇还挺年轻的，看着就是那种娇生惯养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不会做家务。李文脸红了，但还是保持着礼貌。各位阿姨好，我去给大家泡茶，别忙活茶了。王素芳摆摆手，你去做饭吧，这么多客人呢。做饭？李文看了看时间，妈，现在才2点多，而且家里也没准备这么多人的菜。没准备？王素芳冷笑一声，你这个当家的怎么当的？连个备菜都不会。姐妹们开始交头接耳，看向李文的眼神也变了。素芳啊，要不我们就不吃饭了，回家吃也一样。一个姐妹试图缓解尴尬。那怎么行？王素芳一拍大腿，客人来了，哪有不管饭的道理？她转向李文，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。文文啊，你去做10道菜吧，就当是给阿姨们展示一下你的手艺。李文松了口气。好的，那我去超市买点菜。买什么买？王素芳打断他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10元纸币，啪地拍在茶几上。就用这10块钱做10道菜。客厅瞬间安静下来。李文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妈，您说什么？我说用这10块钱做10道菜招待我这些姐妹。王素芳声音洪亮，你平时不是总说自己会做饭吗？今天就让大家见识见识。姐妹们开始窃笑。10块钱做10道菜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现在买个青菜都要5、6块呢。年轻人就是不知道柴米油盐贵。李文脸色苍白。妈，这根本不可能，10块钱连买个菜都不够，怎么做10道菜？不可能。王素芳冷笑。那就是说你没本事呗？我不是没本事，是您这个要求太什么？太为难你了。王素芳站起身。嫁到我们家3年了，家务活不会做，饭也做得稀松平常，现在连个10道菜都做不出来。姐妹们开始附和。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娇气，我们那时候10块钱能做一桌菜呢，就是会撒娇，不会做实事。李文感到脸上火辣辣的，她看向王素芳，发现婆婆眼中满是得意。她明白了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羞辱。素芳啊，要不算了吧。一个年长的姐妹试图劝解，这确实有点难为人。难为人？王素芳瞪了那姐妹一眼，我看是她太娇气了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？她转向李文，声音更加尖锐。你要是做不出来，就别在这个家待着了。我儿子娶你回来是当媳妇的，不是当祖宗供着的。李文的眼圈红了，但他咬着牙没让眼泪掉下来。怎么样，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？
王素芳步步紧逼，客厅里的空气凝固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李文身上，有同情的，有看热闹的，有幸灾乐祸的。李文深吸一口气，弯腰拿起茶几上的10块钱。好，我接受。什么？他真的要是？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10块钱做10道菜，我活了50多年都没见过。姐妹们的议论声此起彼伏。李文充耳不闻，径直走向厨房。王素芳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大家都坐好了，一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素芳，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姐妹小声说道。过分什么？王素芳不以为然。我这是在教育她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要敲打敲打，不然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厨房里，李文打开冰箱，里面确实没什么菜，几根萝卜，半颗白菜，一些剩米饭，几个鸡蛋，还有一些基础调料。他又检查了米缸，还有些小米和绿豆，就这些东西，怎么做10道菜？李文自言自语。客厅里传来嘈杂声，估计他现在慌了吧，肯定在那里不知所措呢。我看啊，一会儿就得哭着出来认错。王素芳坐在沙发中央，像个胜利的将军。大家稍等一下，我去看看我们的大厨在干什么。她起身走向厨房，其他姐妹也好奇地跟了过去。厨房门口，10几个人挤成一团往里看。李文正蹲在地上，仔细检查菜篮子里的每一样东西，萝卜缨子、白菜帮子，甚至连一些看起来要扔掉的菜叶都被他挑了出来。哈哈，连菜叶子都要用，这是要做叫花子菜吗？一个姐妹嘲笑道。我看他是真的慌了，连垃圾都当宝了。王素芳更是笑得前仰后合。文文啊，要不算了吧，别为难自己了。10道菜不是谁都能做的。李文头也不抬，继续他的准备工作。时间不多了啊。王素芳看了看表，我给你2个小时，5点钟必须开饭。现在已经3点了，2个小时。姐妹们更加兴奋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李文终于站起身，转过头看向门口的人群，他的表情出奇的平静，甚至还带着一丝微笑。各位阿姨，麻烦让一下，我要开始做饭了。这种镇定的语气让王素芳心里有些不安，但她还是强装镇定。行，那我们就等着品尝你的大作了。姐妹们回到客厅，开始下赌注。我赌她做不出来，最多做出3、4道。我觉得能做出5道就不错了，就算做出10道，肯定也是糊弄人的。只有一个姐妹没有参与赌博，她是王素芳的老同事张秀莲。看着这一切，有些不忍心。素芳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人家一个小姑娘，残忍？王素芳瞪了他一眼，我这是在为我儿子好。她嫁过来这么久，就没做过一顿像样的饭。我儿子在外面辛苦工作，回家还要吃泡面，你说说这像话吗？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。王素芳打断他，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持家有道。厨房里开始传出声音，先是水声，然后是刀切菜的声音。开始了！姐妹们竖起耳朵，刀声很有节奏，快而均匀。咦，这刀工听起来还挺专业的。一个姐妹说道。专业什么专业？切个萝卜丝而已。王素芳不屑地说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厨房里的声音越来越复杂，除了刀声，还有炒菜的声音、蒸锅的声音，以及一些他们听不懂的操作声。最奇怪的是，空气中开始飘来一股特殊的香味。这味道，张秀莲嗅了嗅，挺香的啊，能有多香？萝卜白菜能做出什么好味道？王素芳嘴硬，但心里开始有些不安。4点钟，厨房里的香味越来越浓，不是普通的饭菜香，
而是一种层次丰富的复合香味，有蒸煮的清香，有爆炒的浓香，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香气。姐妹们开始坐不住了，这味道真的挺好闻的，我都有点饿了，不会真的能做出什么好菜吧？王素芳脸色有些难看，她起身又走向厨房，透过门缝，她看到李文正在专注地做着什么，她的动作很流畅，很专业，完全不像一个慌乱的新手。而且灶台上已经摆了几个盘子，虽然看不清具体内容，但光是摆盘的样子就很精致。不可能，王素芳心里嘀咕，10块钱怎么可能做出好菜？4点半，厨房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姐妹们面面相觑，怎么没声音了？是不是放弃了？还是出什么问题了？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，厨房门开了，李文端着一个精美的盘子出来了，盘子里是一道凉拌菜，看起来像是萝卜丝，但颜色搭配很漂亮，白的、绿的、红的，摆盘像一朵花。第一道菜，凉拌三丝，李文轻声说道。姐妹们都愣住了，这哪里像是用萝卜缨子做的菜，简直像星级酒店的出品。王素芳勉强维持着镇定，就一道菜，还有9道呢。李文没有回应，转身回到厨房。很快，第2道菜端出来了，蒸蛋羹。这道菜更让人惊讶，蛋羹表面光滑如镜，上面点缀着绿色的葱花，看起来就很嫩滑。第3道菜、第4道菜，每一道菜端出来，姐妹们的议论声就更小一分。到第6道菜的时候，客厅里已经鸦雀无声，不是因为菜不好，而是因为太好了。每一道菜都精美的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用10块钱做出来的，而且李文的神情越来越镇定，动作越来越从容，完全不像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。王素芳开始慌了，她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彻底的羞辱，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期。第8道菜端出来的时候，几个姐妹已经开始吞口水了。素芳啊，你儿媳妇这手艺可以啊。是啊，这摆盘比酒店的还好看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呢？王素芳脸色铁青，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踢到了铁板。第9道菜，小米粥，但不是普通的小米粥，粥面上飘着桂花，散发着淡淡的香甜。最后一道菜，绿豆汤，清澈见底，上面飘着几片薄荷叶。10道菜整整齐齐摆在餐桌上，姐妹们围着桌子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这真的是用10块钱做的？不可能吧？这得多少钱的菜啊？素芳，你儿媳妇这手艺绝了！王素芳站在桌边，脸色变化莫测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场羞辱，竟然变成了对儿媳妇的赞美大会。李文脱下围裙，平静地说：“10道菜做好了，各位阿姨请用餐。”等等，王素芳突然叫道：“这些菜真的只用了10块钱？”李文点点头：“您可以去厨房检查，所有用过的材料都在那里。”几个姐妹真的跑去厨房看了，回来后更加震惊。天哪，真的就用了那些萝卜白菜，还有剩米饭和几个鸡蛋，这怎么可能做出这么好的菜？王素芳感到一阵眩晕，她本想让儿媳妇在众人面前出丑，没想到最终出丑的是自己。但更让她不安的是，李文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完全超出了她的认知。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厨艺？开饭吧，李文淡淡地说，然后坐到了餐桌的一角。姐妹们开始品尝，第一口下去，整个客厅都安静了，每个人的表情都写着同一个词：震惊。这些菜不仅卖相精美，味道更是绝佳。凉拌三丝爽脆可口，
蒸蛋羹嫩滑无比，就连用剩米饭做的炒饭都香气四溢，太好吃了！这手艺比酒店大厨还厉害。素芳，你儿媳妇是从哪学的这手艺啊？王素芳坐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她看着桌上的10道菜，再看看平静如水的李文，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恐惧。这个她以为自己了解的儿媳妇，突然变得陌生起来。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有如此精湛的厨艺？而且最奇怪的是，李文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。文文啊，一个姐妹忍不住问道，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？李文抬起头，淡淡一笑，自学的。自学？姐妹们面面相觑，这怎么可能是自学的？李文没有再回答，只是继续默默地吃着自己做的菜。王素芳感到越来越不安，她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对。正在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。王素芳看着手机屏幕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可能！她的声音颤抖着。素芳，怎么了？张秀莲关心地问道。王素芳的手开始发抖，手机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，屏幕朝上，所有人都能看到上面的内容。那是一条新闻推送，寻找失踪3年的神秘主厨。配图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背影，虽然看不清脸，但那个身形，这不是？张秀莲指着屏幕，话说不完整。其他姐妹也围了过来。当他们看清新闻内容时，一个个都倒吸一口冷气。李文依然坐在那里，平静地喝着汤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。文文，王素芳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你到底是谁？李文慢慢放下汤匙，抬起头看着婆婆。那一瞬间，王素芳看到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什么东西，不是愤怒，不是委屈，而是一种深深的失望。妈，李文轻声说道，有些事情也许是时候告诉您了。客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。王素芳颤抖着捡起手机，重新看了一遍屏幕上的新闻，寻找失踪3年的神秘主厨，米其林3星餐厅云锦前主厨李文不知所踪。配图虽然是背影，但王素芳太熟悉这个身影了，那就是自己的儿媳妇，坐在餐桌对面，正平静地看着她的李文。这是真的吗？张秀莲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李文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起身走到客厅的储物柜前，从最底层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些发黄的报纸剪辑，几张奖状，还有一块沉甸甸的奖牌。2019年亚洲最佳青年主厨奖。李文平静地念着奖牌上的字。2020年米其林3星餐厅云锦主厨。2021年，他停顿了一下。2021年，我消失了。姐妹们围成一圈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证据。每一张剪辑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：他们刚才羞辱的这个普通儿媳妇是餐饮界的传奇人物。为什么？王素芳的声音沙哑。为什么要隐瞒？李文重新坐下，看着桌上自己做的10道菜。因为我厌倦了，他轻声说道，厌倦了聚光灯，厌倦了名利场，厌倦了那个永远不能出错的完美主厨李文。他抬起头，眼中有着复杂的情绪。3年前，我在事业的巅峰期选择了消失，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，包括我的经纪人、我的合作伙伴，甚至我的父母。那你为什么？张秀莲欲言又止。为什么嫁给建华？李文笑了笑，因为他是第一个不知道我身份的人，第一个不是因为我的名气而接近我的人。王素芳想起自己的儿子张建华是个普通的公司职员，
老实本分，从来不看美食节目，对餐饮界的事情一无所知。他在公园里跟我搭讪的时候，问我是不是学生。李文眼中闪过一丝温柔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做回一个普通人了。所以这3年，你一直在演戏？王素芳问道。不是演戏，李文摇摇头，我是真心想做一个普通的妻子，普通的儿媳妇。我故意把厨艺藏起来，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，就是想体验普通人的生活。姐妹们面面相觑，她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李文平时做的菜那么普通了。原来不是不会做，而是故意不展示。可是今天，王素芳的声音越来越小。今天您逼我展示真正的实力。李文的语气依然平静，但王素芳听出了其中的失望。10块钱做10道菜，对我来说确实不难。我曾经用一个番茄做出过8道不同的菜，用一条鱼做出过12种不同的味道。客厅里鸦雀无声。但是妈，李文看着王素芳，您知道今天这场闹剧意味着什么吗？王素芳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意味着我3年来努力构建的普通生活彻底破裂了。李文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您却非要逼我暴露身份。我不知道。王素芳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。您不知道什么？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是不知道这样做会伤害我？李文站起身，您只是想在姐妹面前羞辱我，让我知道在这个家里的地位，对吗？王素芳的脸涨得通红，想要反驳，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。文文，对不起。她终于说出了这3个字，对不起。李文苦笑，妈，您知道我为了融入这个普通的家庭放弃了多少吗？他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街景。3年前，我的餐厅预约要排到半年后，全世界的美食家都想品尝我做的菜。我拒绝了无数个电视节目，无数个合作机会，就为了能够安静的生活。可现在，因为您的这场闹剧，我的身份暴露了。李文转过身，您觉得我还能继续我的普通生活吗？姐妹们开始感到愧疚，她们意识到自己刚才参与的不是一场娱乐，而是对一个人生活的彻底摧毁。文文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张秀莲赶紧保证，不会说出去。李文摇摇头，您觉得这种秘密能保守多久？而且建华回来后，我该怎么跟他解释？他看着桌上的奖牌和剪辑，他会觉得自己被骗了3年。正说着，门锁响了，张建华推门而入，手里提着行李箱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咦，家里怎么这么多人？他看到客厅里的情况，有些疑惑。李文深吸一口气，走向丈夫。建华，有些事情我需要告诉你。张建华放下行李，看着妻子严肃的表情，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。怎么了？李文没有说话，而是把那个装着奖牌和剪辑的盒子递给他。张建华困惑地打开盒子，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时，整个人愣住了。这是什么？他拿起一张剪辑，上面的标题是天才少女主厨李文获得国际烹饪大赛冠军，配图是一个年轻女孩举着奖杯的照片，虽然比现在年轻一些，但确实是李文。这是我的过去。李文轻声说道，我本名叫李文，是米其林3星餐厅的主厨。3年前，我选择消失，嫁给了你。张建华呆立当场，手中的剪辑掉到了地上。你是说你是那个？他想起了什么？云锦餐厅的李文，那个传说中的天才主厨。李文点点头。张建华坐到沙发上，需要时间消化这个消息。他虽然不关注美食界，但云锦餐厅的名气太大了，
他多少听说过，为什么要隐瞒？他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因为我想要一个普通的生活。李文坐到他身边，我厌倦了那个光鲜亮丽但充满压力的世界，想要体验做一个普通妻子的感觉。张建华沉默了很久，姐妹们也不敢出声。所以这3年来，你一直在扮演一个不会做饭的普通主妇。李文苦笑，我故意把厨艺隐藏起来，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，就是想让你觉得我是个普通人。可是今天，张建华看了看母亲，今天妈要我用10块钱做10道菜招待客人，我被逼无奈，只能展示真正的实力。李文解释道。张建华转向母亲，眼中有了愤怒。妈，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王素芳羞愧地低下头。我以为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想让她知道什么？知道在这个家里的地位。张建华的声音提高了。您知道您刚才羞辱的是谁吗？他拿起一张简集，亚洲最年轻的米其林3星主厨，他的一道菜在餐厅里卖几千块钱。他为了我放弃了整个事业，甘愿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。姐妹们越听越心惊，她们开始明白，刚才她们见证的不是一场简单的家庭闹剧，而是一个传奇人物的身份暴露。建华，别怪妈了。李文拉住丈夫的手，她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不知道就可以这样羞辱人吗？张建华依然愤怒，就算你是个普通人，他也不应该这样做。王素芳终于抬起头，眼中含着泪水。文文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我知道你的身份，如果您知道我的身份，就会对我好一点吗？李文的话让王素芳哑口无言。那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人呢？就活该被羞辱吗？这句话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心。姐妹们开始反思自己刚才的行为。她们参与嘲笑一个普通儿媳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对方的感受？我错了。王素芳终于承认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不应该那样对你。李文点点头。妈，我不怪您，但您要明白，尊重不应该建立在身份和地位的基础上。张建华握住妻子的手。文文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们是夫妻，不应该有秘密。因为我害怕。李文坦诚，害怕你知道后会有压力，会觉得配不上我。我只想做你的普通妻子，可是现在怎么办？张建华担心地问。你的身份暴露了，那些媒体，那些合作伙伴。李文看着桌上的10道菜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他轻声说道。3年的隐居生活让我重新找到了做菜的初心，我想是时候重新面对那个世界了。你要回去？张建华紧张地问。不，我不会回到以前的生活。李文坚定地说。但我也不会再刻意隐藏自己。也许我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。他看向王素芳。妈，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，逃避不能解决问题。我想重新开始，以李文的身份，但做张建华的妻子，做您的儿媳妇。王素芳激动地点头。好，文文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原谅您，但我希望您能明白，尊重是相互的，不管是对我，还是对任何人。张秀莲突然开口。文文，我代表大家向你道歉，我们刚才的行为确实过分了。其他姐妹也纷纷道歉，她们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羞愧。各位阿姨，你们不用道歉。李文温和地说。今天的事情也让我学到了很多。张建华看着妻子，眼中满是疼惜。文文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坦诚相待，好吗？李文点点头，靠在丈夫的肩膀上。就在这时，李文的手机响了。他看了看来电显示，
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李文女士吗？我是美食天下杂志的主编，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视频。李文愣住了，什么视频？有人把您做菜的过程录了下来，发到了网上，现在全网都在找您。李大师，您终于出现了。李文看向在场的人，大家都面面相觑。原来刚才有邻居在窗外看热闹，偷偷录了视频发到了网上。视频中，李文用10块钱做出10道精美菜肴的场面震撼了无数网友。李大师，我们能预约一个专访吗？还有，您现在有开餐厅的打算吗？李文看了看丈夫，又看了看婆婆，最后看向桌上那10道菜。也许这真的是命运的安排。3年的隐居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现在是时候以一个全新的身份重新出发了，不是高高在上的米其林主厨，也不是隐藏身份的普通主妇，而是一个找到了生活平衡的女人。好的，我们可以谈谈。李文对着电话说道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看着在场的所有人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想以真实的身份生活，不再隐藏，也不再逃避。我是李文，米其林主厨，同时也是张建华的妻子，王素芳的儿媳妇。王素芳激动地擦着眼泪，文文，你真的愿意原谅我吗？妈，家人之间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李文走过去，轻轻抱住了婆婆。但我希望您以后能记住今天的教训。我记住了，我一定记住了。王素芳哽咽着说。张建华看着这一幕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没想到自己的妻子竟然有着如此传奇的过去，更没想到他愿意为了自己放弃一切。老婆，谢谢你，他轻声说道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选择了我，选择了这个普通的家庭。李文笑了，那是3年来最轻松的笑容。傻瓜，因为这里有爱啊。窗外夕阳西下，金色的光芒洒进客厅，桌上的10道菜依然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但此刻最温暖的不是这些精美的菜肴，而是这个家庭重新找到的和谐。3个月后，李文在城市的一个安静角落开了一家小餐厅，名字叫家的味道。餐厅不大，只有10张桌子，但每天都座无虚席。这里的菜品既有米其林级别的精致，又有家常菜的温暖。李文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平衡点。王素芳经常来餐厅帮忙，她和儿媳妇的关系比以前好了很多。那10个广场舞姐妹也成了餐厅的常客，她们总是以认识李文为荣。张建华则辞掉了原来的工作，专心帮妻子经营餐厅。有时候，李文会回想起那个下午10块钱10道菜的挑战。那一刻，他以为自己的隐居生活要结束了，以为要失去这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庭。但现在他明白了，真正的幸福不需要隐藏什么，也不需要放弃什么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无论是米其林主厨还是普通主妇，都可以活得精彩。而那道用10块钱做出的凉拌三丝，至今还是餐厅的招牌菜。每当有客人问起这道菜的故事时，李文总是微笑着说：“这道菜教会了我什么叫做真正的尊重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